同一个模型，什么都没改，只是换了外面那层壳，得分就从52.4涨到76.2，整整23.8分的差距。这23.8分就是今天要追的那个问题：智能体变强，到底靠的是模型，还是模型外面那层壳？这层壳就是 Anthropic 加的 Claude Code， 目前最火的 AI 编程工具，2025年2月发布，6个月做到10亿美元年收入。今天所有关于智能体外壳的讨论都得从它说起。为什么需要壳？因为让 AI 干长活，成功率断崖式下跌。单步成功率 95% 的模型，连续干20步，整体做成的概率只剩 36%。这就是2023年那批自主 AI 集体翻车的物理定律。这定律早在2023年就给那批 AI 用翻车验证了。他们想让模型当全自动员工，结果模型能力撑不起野心，直接翻车。再往前，2022年的 React 只是个纸上谈兵的提示词技巧，但纸上谈兵之后，早期思路很统一，死磕模型。模型够聪明，要什么壳？这条路走到2024年底撞墙了。OpenAI 的 O1 发布，推理能力吊打一切 ，Agent 的任务表现却没同步起飞，这叫能力倒挂。可这倒挂让正对着 O1 发愁的人被一记耳光打醒。答案不在模型全值里，在外面那层壳。智能体变强是外壳与模型两条曲线交汇，引擎再猛也得有人会开，引擎之外，壳还得靠人调教。从2000多词精简到500词，结果编码评测分数一点没掉，反而涨了。这印证了交汇曲线，壳瘦了，模型本身已接过那部分活。删掉的 80% 不是无用功，是那部分能力已经被训练进了模型全值里，成了肌肉记忆。这就是进化循环，技术被发明、被验证、被吸收进模型，最后从外壳里删掉。代价是模型越来越不可解释，你再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要这么干。代价怎么补偿？压缩。DPT 5.6 SOALO 证明了，当外壳能把无关紧要的上下文压缩掉，只保留关键推理信息时，阿卡 GI3 得分从 13.3% 干到 38.3%， 同一个模型涨了25个百分点。所以你看，模型负责想，外壳负责做，未来卡脖子的不是模型，也不会是外壳，是你的注意力。AI 1小时产出100个改动时，你不可能有100个审批时间去看。未来的外壳会演化成人类注意力界面，它得学会什么时候打断你，什么时候自己拍板。它还得学会何时打断你，何时自己拍板。第一，别只看模型跑分，那说明不了 Agent 的真实能力。第二，警惕所有吹权自主的外壳，记住 95% 成功率20步后的结果。第三，选 Agent 先看上下文压缩能力，这是比参数都重要的隐藏指标。GPT 5.6 SOAL 已经证明过了。